歡迎回來，我們第二集的這個podcast 又由我 Max 在這邊帶領 Alicia 來跟大家做一個分享會 ，OK？ 那這一集呢，我們就會討論到，就是在2026年會陸陸續續開始有很多各式各樣的這些玄學的節目，或者是一些電影啊、電視劇都會出現的。那在我們2026年的3月19號的時候呢，就有一部香港、馬來西亞、新加坡合作的一套戲，叫做《古將》。臨演呢，就是有的是這個來自香港著名的演員姜浩文，然後還有馬來西亞的一些藝人啊，都是來參演的。其實最近很流行啊，不過范冰冰不是有一套最新的上映的，就是在這個今天正式上映，就是在5月14號，然後都是講地母降頭，也是講降頭师的。然後這段時間很流行的這個韓國的節目跳大神什麼天機試煉館啊等等之類的。所以我們先 back to 這個我們姜大哥的這套戲，你覺得在整套戲裡面as 一個專業的這個法師吧，我畢竟還是有學法的法師 OK， 你怎樣看待這套戲？你學習的是馬來的巫術，對，其實跟泰國的類似，可是也有很大的區別，我覺得。首先我去看這個戲的時候，我覺得有一些 scene 是蠻真實的，比如嘞，用雞蛋戳，就他開壇做法的那些程序啊、練咒啊，但是不大實際的，應該是他後面的那個 animation 是嗎 ？animation 那個在我們的維度裡面是，我覺得是這樣子的哦，真的啊。對，真的是因為有很多網民就說這套戲其實是不錯，只是後面的 animation too much。但是導演好像有說，他一定要展現出來這樣的東西，那大家才有想象空間，才看得比較精彩。對，在我們的維度裡面的確是這樣誇張。其實很久之前，這個地球的人做法的時候，也是大家可以看到，只是現在。就是可能文明了，很多生命已經離開這個地球了，就沒有這件事情發生。但是以前的話，應該是這麼誇張。我覺得有一個點不大實際的是，他一個人要下完，好像是5個人的法。對，而且那個是死將還要下他們的。對，每個人都有不同的將，只是有一個人沒有被跟，那是因為他好像完全不相信是吧？還是他？好像去一個那個是新加坡的演員哇 Glenn 對 Glenn 对吧？就是他好像去那個什麼要拿了一個保護的東西，幫他擋了一下。其餘的人都好像有中招，對吧？對啊，就是那個Yumi Wong 他是好像臉爛啊，然後對，另外一個是不懂被割到啊什麼等等之類的。有一個是刀片還有那個是 K 老的哥哥叫那個廢柴哥哥他是死在那個浴缸裡面是吧？對，他是有刀片出來沒有看到。Something like that， 我不是很記得，因為他是3月。One of the scenes， 就是我覺得他身為一個師傅，你要下一個這麼重的這樣，因為在降頭裡面，死將算是最高級別了。反正好奇很多人會覺得，在我們華人的習俗裡面會講，我的那個時辰八字啊，不能隨便給人的，因為我怕下降頭。但是這套戲裡面展現出來是，我根本就不需要你的時辰八字，我只需要你的照片、你的樣子就可以了。是，確實是這樣子嗎？真正厲害的師傅是這樣。以前剛開始學的時候，我要做法，可能我要真的是要開壇做法。開起來，然後要準備很多東西。但是現在那種普通級別的，我已經是通過意念就可以達成了。就是我只需要見過你的照片或者是你的人。所以基本上科學一點來講的話，就是一種 frequency。如果沒有看到你，我甚至乎可以透過另外一個人跟你有長時間接觸，通過他看到你，然後他叫你什麼名字就行了。就是這個意念，就是我們上一集講的。這個所謂的內心鑑定，在練法過程裡面很重要。是因為你在想的時候，這個很堅定，你用你全身的這一個力量，你的每一個 nerves and also I don't know vein 去做這件事的時候，你已經不大需要開壇做法了。當然有一些級別比較高的一些法的 level 比較高的，你需要去做這件事啊。還有在裡面有一個我覺得很厲害的是，他的師傅做了某個東西 take over 這個姜浩文
先生的這個法力是可以有這樣子的哦。其實我想就是提醒一下大家，現在很少師傅哦，住在城市裡面的師傅，大部分都不會下死降這麼重了。死降或者是任何一個降頭，是不是會遭到自身的這個會減掉自己的壽命，或者是自己的功德？他的其實這個 side effect 是不確定的，就可能他不包在你身上，包在你的孩子、你的孫子身上。又或者是你自己最直截了當 ，which you should wish for this ending， 就是對方找到一個比你更厲害的，打破了你就當場暴毙好了，不會連累家人。所以其實有黑法跟白法，其實白法是強很多，而且快很多。這也是為什麼很多人泰國我不懂，他們的 culture 是這樣子，他們覺得那些陰靈走後可以收起來，然後把他們培養成什麼古曼這種，就是很正常的流程。但是師傅也有分黑白，就黑的那種，他們用的一些都是陰法，就是要用到血祭啊，或者是比如說那種，對啊，都是这种都是比較陰的法。然後我覺得他用的應該是比較偏向陰的吧，在戲裡面。然後就他最後出現的師傅也是陰的，白的是穿白色衣服那一個啊。白的那個我那時候我記得我問你，他是不是馬來波莫來的？不是。可是他拿的東西是有好像馬來人的那個劍啊。你有看到他後面那邊有很多泰國神？對，可是他拿的法器，我一開始看的時候以為他是，可是馬來波莫不是這樣子的。就他後面有拜的那些是泰國神來，就泰國邊界就是馬來西亞靠近 Police，I believe 那邊有一些馬來巫師是摻和了他們香的法，你不能直接講他是馬來的波莫，只要是好用的什麼法都沒有關係。他們就是有 combination 的。我原本以為不知道，就是沒有這個東西，但是我去問我師兄的時候，他講有的，靠近泰國那個邊界的馬來西亞的 border 是有這種參半的師傅，所以他有用到 Keris， 也有用到其他那個，到最後的時候是那些高僧吧，就是邪不能勝正的一個感覺。其實邪不能勝正這句話，我覺得需要 correction， 因為陰法是很強的。這個世界大部分在短時間內能夠得到你的慾望所要的東西，對我而言是陰法，真的很快見效了，而且他們做的那種法是要用到五毒啊，你有看到很多那種什麼鳞片啊，他們都有講，其實真的是要用到這樣子，然後再不然就用符咒，裡面有包括，然後還有鬼咒啊，這些全部東西，就是這個是必須的。別人覺得就是邪不能勝正啊，可是邪的需要很長時間。你看整個影片裡面可能2個小時，邪到最後的時候才敗下來，可是他們間中是用了很多不同的方式去對抗，然後他們也自己算是戰敗了一段時間，然後再返回来。我覺得到最後可能真會贏，是因為一般陰的法師都是在做壞事，你要同流合污的壞人，就是你們今天可以去害人，所以你們的這個條約合作就是已經很 shaky 了。就你們是利益上關係，就是當然零頭各自飛，這個是正常的。但是為什麼正派的到最後會贏？主要原因大家的出發點不一樣，就是他可能一開始就是要幫人，然後大家圍起來幫一個人，利益是一致的，目標是一致的，目標是一致的。就黑的法師通常都是大家 based on 利益罷了，所以這個是不穩固的或者是不確定性的一個變數，基本上就是不夠團結。對，所以這也是為什麼我剛才講的這個邪是可以勝正，因為邪法是很強，而且真法你要去解決問題的時候是要 take times 的。我很好奇什麼叫邪法，什麼叫真法？真法我就知道了，可能就是通過正式的廟啊、正式的老師啊去學啊。那邪法呢？這麼容易接觸的咩邪法？還蠻容易的，就是這個地球上壞人比較多，
先講回剛才，就是某些群體比較難下法，這個是真的。又或者是你一個普通人，但是你心地善良的話，你雖然會中這個法，但是這個宇宙會送一個人來幫你解決這個問題。這樣子講吧。然後身為那些喇嘛，他們自己本身有很多那種佛教的護法。什麼是邪法？其實就是一些比較邪門的方式，去在短時間內得到你想要的東西，用的都是一些，就是在任何種族裡面，其實在國外也是一樣，巫毒術什麼術，外國人的邪那種惡魔contract 啊，都有一個共同點，就是最高級的一個獻祭，就是邪法一般要用獻祭的，就是可能比較低級的你會用獻一些動物啊什麼，然後最高級的任何一個種族都是獻祭人血，這也是為什麼會有 Epstein Island 這種獻祭小孩呀。倫敦也曾經發生過一個無頭個案，就是一個小孩子的個案被拋死在倫敦的河裡面，然後被撈上來的時候沒有頭的，只是一個小孩的身體。對，其實這種就是所謂的最高獻祭，所以才叫邪法。因為正法不可能去獻祭人類，當然正法也有獻祭動物，這些很正常啊。不過就是你的獻祭是有一個局限，不會去害人或者是怎麼樣。然後邪門的東西通常都是用一些怨念很重的靈啊，是那種邪靈啊，從森林裡面找。最近我在看一套戲叫做《白日提燈》，什麼戲來的？就是去森林那邊找一些他原本就很壞的，因為這個地球有很多很多那種邪靈是很久遠古之前留下來，他們是專門幫人類達到自己的慾望、執念吧。我覺得這種東西也不是執念，就是可能一開始的時候你沒有這個東西，但是每個人都有殘層次，然後你開始很有錢的時候，你的人也變質了，对吧？就是這個其實是你本身就有的一個 temptation 或者是 desire。就好像今天有上映了一部這個地母吧，因為我們還沒有來得及看嘛，我本來就今天跟他講說，不如我們今天先去看，然後我們之後才來錄這一集。他講說沒有關係，我已經看 trailer 了。這個基本上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基本上是那個導演的家人是有做這一類似的法師，然後有來親自立范冰冰女士要怎麼樣去做這件事情。其實它裡面有提起牛皮醬這個東西，這個就很失傳了。這種東西不要講我，就甚至乎連我的大師兄都沒有看過。什麼來的牛皮醬？其實我也不大懂，就是反正做了過後，你的腎臟可能會有問題，然後就出現你的肚子一直越來越大，然後你去照 CT scan 的時候是什麼問題都沒有。其實降頭有一些比较麻煩的是放進口裡面吃的。然後那種印尼人很喜歡做的 nasi kangkang， 什麼的 nasi kangkang 就是那種用女人的那個皮那個血液去下法，但是這樣多細菌的東西也可以拿來做下法。所以為什麼那個人吃了過後會有？所以你不是很容易做咯，因為你是女性，可以自己拿來做嘛。這個玩笑只有我可以跟他開玩笑。講回這個 nasi kangkang， 聽說是這樣子的，但是這種也很難找啊，因為基本上現在如果你是城市裡面的法師，你不會去拼命了，就是你下法不會下最重那個，因為畢竟你首先对方可能找一個比你厲害，你不想被反射，然後你只想賺錢，賺錢的話就很容易做愛情醬啊這種比較，或者是錢之類的，然後那種就是跟生命無關的啦，跟生命無關的，對。然後你還可以就是慢慢一點點這樣子放，你就可以來回的轉好幾輪。是不是法師們厲害的法師們都一定要在那種深山野嶺啊，不然就是很干蹦干蹦？因為你看啊，我知道的話，就是那種很厲害的法師們啊、巫師們啊，全部不是 from very 干蹦嘞，就是 very 的深山。因為你需要去接觸這種大自然的日月精華，還有你要去這種深山裡面收集東西。深山裡面有很多奇怪的東西你可以收集，就是你要去找這些動物靈、精靈也好，什麼都好，就每一個法師都有他們自己的，看你跟什麼門派這樣子。可是我問你啦，你 as 一個巫師之一啦，對你來講說，馬來西亞我們會有那些比較原住民的，然後你們馬來巫術
然後也有分東南亞，也有分一個什麼泰國、緬甸、越南、印度。你自己個人罷了，你覺得哪一個比較難搞？因為你不知道他的那個 ingredient 是什麼。其實我師兄有講過，印度人的稅最難搞，主要原因是他們印度教原本就是oldest religion 歷史，yeah in the on this planet， 然後他們的很多那種 practice 已經失傳了，而且印度那種什麼半人半妖這樣子的，其實是真的。我師兄是有接過這麼多個案，他有講過Hinduism 的那個是最古老，也是最難解一下。可是反正我覺得是每一個宗教，每一個门派都有它最頂尖，只是可能我們遇不到這樣頂尖的。我相信你們馬來巫術這邊也是有最頂尖的。但是從歷史角度來判斷的話，印度教的確是在這個地球是最古老的 religion。所以其實可能如果你是用一個门派，比如說道教跟馬來人的，可能就是你需要時間去decode吧，就好像有一個 bug， 你这个 coding 這樣子，你要把它decode出來，因為對方的東西可能。就比如說有一個案，就是講他去看了道士的廟，或者是印度廟，他就講他給隔壁的一個異族同胞下了這個東西。可是我跟他講，這個不是下，就是異族同胞他們有很多 history，就是講以前他們的老祖宗就是拜了某個靈，然後那個某個靈他們是不死。他會一直流傳下來給他所以所謂的馬來人是叫薩格薩格巴格，然後我記得了，原住民的叫做祖靈，就看他的那個東西是好是壞，有大部分都是壞。比如說，你看在國外也有那種犧牲小孩啊，什麼 open an island 就是 sacrifice children 這種他們的做法都大同小異。可是對你來講，是不是好像你現在邪術也是一樣的？那種降頭師他們要獻血的，你以為他們獻什麼？有時候割自己的血。但我比較好奇的是，好像你們這些有在修法的人啊，你們是不是之後可以成為別人的爺爺神、奶奶神啊、姐姐神、哥哥神這樣子嘞？大部分應該是會成為後裔的，這樣是因為上兩集的有一個叫 Kelly， 他是一般泰國人，他的奶奶就是巫師白衣阿贊。白衣阿贊。對，然後他就各有一代，因為他媽媽不要做，然後現在輪到他。就是其實這個都會有。所以你們巫師之間是可以 sense 到對方是巫師的。當我們去破解對方的法的時候，你們彼此就會知道了，而且你會看到是誰。但是如果你是有很強的保護層，這樣對方就看不到你。其實你看到最後講回那個古江啊，他那個白巫師不是有一個保護層的，然後這個保護層是很重要的，對任何巫師來講啊，就無論你的法力多高，你的保護層一定要你的 antivirus 啦，因為對方就是一看到你就知道你是做什麼法，用什麼法，你是誰，他們就能找到你。可是不能隱藏的咩？這些東西，你這樣得空啊，每一天去看別人的這個，哇，你的這個是什麼巫師、什麼神明、什麼之類，沒有可能的事情啊。因為他們在做個案的時候，他們要破或者是要放東西的時候，可能對方就有一些，我把它害起來 ，hidden file。不能的咩？沒有可能嗎？你如果 level 夠高，那個 shield 就是你的保護層夠強的話。一般是看不到，像我們這種是有保護靈，那個保護靈夠強的話，就不讓對方看到我們是誰哦。就這樣，除非我要讓他，或者是我的保護靈要給他看到。OK。另外一個話題我們大概再跳一下，就是除了講古教啊，或者是地母啊，我比較想要探討的就是關於這個，好像你講到玄學的方面，你看。天西試煉場裡面有很多很厲害的法師們，那個李樹斌就是本來要拿冠軍那個，可是他放棄了的那個比較我知道大多數覺得他比較厲害的那個，他突然間他講說他的神明不在了，他的奶奶神就放工，所以他突然間有一點不知所措。可是那時候我就會講神明可以打卡放工的咩？可是對你們來講，他們好像是借用祖靈去。其實拍是很辛苦的嘞，可是你要拍一個10集，就是你要把它縮成10天來拍一個10集，每一天拍1集，你都很累的。他可能連接不到是正常啊。
哦，其實是因為可能他累了的意思是嗎？還是什麼？對，神明是不大會打卡。可是，在這些陰法或者是這些嬷嬷，其實陰法也不對，因為陰法裡面還有分一個邪法，有一些人是用，比如泰國他們文化就是用這種養古曼啊，你可以講是陰，因為他們用的是靈，24小時的咩？連接當然不可以24。你有沒有試過？真的是你要連接的時候連接不到？我當然有啊，就是我狀態不好的時候睡不好，甚至我去探靈都會嘔吐哦，所以是看人本身自己的。對啊，你的狀態不好就會連接不到，或者是連接很慢啊，或者是會不會講說你的護法神講說我不想做這個人的生意，我不想給你看，他會直接讓你知道這個人不能幫，或者是這個人 beyond my authority， 或者是怎樣。但是一般因為韓國比較流行的是上級吧。跳大神，他們是跳大神，就是他們跳大神的这個方式，其實你是通過靈來幫你做護持，就好像我們這邊馬來西亞的亞洲文化的這個乩童啦。對，所以有時候他可能心不好的時候，你就會脫離了。像我的護法是隨叫隨到，除了他覺得太無聊，他就不鳥我。會不會有說你們這邊會有分哦？這個是解降的，這個是攻擊的，這個關於愛情的護法，這個是不一樣 department。你通常都會用一個最強的護法做完全部東西。當然有一些可能他們覺得他們不擅長，你就會有另外一個護法來幫你做這個。就是每一個人的不是分 department， 是每一個人的擅長在於什麼。我反正好奇的是，我們講了這樣多東西啦，因為這些我們當作是故事聽，電視劇看，什麼陰法，什麼降頭師，我們當作，因為這個其實跟我們生活很有關係嗎？基本上沒有什麼關係。那你的角度，因為你一直要去勸告別人不要太相信，是有，但是不要太迷信。你可以信，但不要迷信。我覺得亞洲我不能講這句話亞洲你才要講這句話，主要原因是真的，這裡還蠻流行，就是你隨便走一個街，我可以跟你講哦，當我跳脫出來這個圈子啦，我身邊哦，基本上的人哦，都不跟我講神明的東西了 ，No, none of them， 因為我們被自己 trap 在一個圈子，覺得我們覺得大多數的人都會很相信，其實當你跳出這個圈子哦，因為我自己本身去平常走街。都會看到那個店裡面就是有一些東西，所以他們叫做拜神而已啊。他們有沒有信？拜神就他們放了一些東西啊。這個我真的是有看過這種東西。當然就是這裡能夠接觸到邪術降頭的比較多一點，西方也有他們的方式，可能沒有這麼變態啊。我們打亞洲跟西方呢，那個 witch 跟所謂的降頭師比的話，你覺得哪一個更高一層？西方的也蠻強的，我覺得好像是不一樣的東西來的哦。他們基本上是魔法嘞，他們不是靠神明或者是靠這些陰神啊。我也是屬於另類的神明吧 ，Satanism 就是。Okay.這個就是屬於另外一個神明，就是你明白我的意思嗎？就差不多用意就是幫寫法都是用意幫這個人類達到某一種慾望，而且是要在短期內的。這也是為什麼很多那種外國的歌手都有講過，自己被帶去一個山上，然後他在短時間內他就有一個 pop song pop up 這樣子，然後山上裡面做什麼，就是他要滴血，你看都是有血這個來做指引的。任何宗教巫毒什麼都是一樣。我覺得這個東西好像當你越知道越多的時候，你會覺得做平凡人真幸福啊。所以我覺得其實在亞洲大家也不用太過迷信啊，如果你不是得罪人或者是怎樣，因為如果你中了邪術邪法或者是中了法或者是降頭的話，是有前兆的，就是你會突然間醫學解釋不了的東西，然後你每一天晚上可能在同一個時間會重複發一個或者是類似噩夢，對方會讓你看到某某靈這樣子，或者是尤其在請降裡面，他會變成這個人的。OK，你比如說你給小三笑一個請降，就是你會一直夢見你的小三，然後你是好像
一不見到他就好像整身很不舒服。心思思咯，不是心思思，是你吃飯蹲廁所，你都會一直不停的想着這個人，然後甚至你睡覺的時候都會跟他就是發生一些夢境的東西。有一些就是會有家裡會突然間來了很多奇怪怪的動物啊、昆蟲啊，尤其是昆蟲。動物的話不是啦，你家的貓不是啦，或者是外面的貓不算。其實比較像偏向是昆蟲，比如說一些很奇怪的昆蟲、爬蟲之類的，然後包括什麼紅螞蟻啊之類的，這些都是徵兆。而且你可能有一段時間很不舒服，就查了很多次你都不知道，然後你還會不停的就是發類似的夢，然後你會整個人魂不在，你會 black in black out， 就是你在一整天裡面，你在工作的時候突然間 black out。OK， 你 black out 的時候，你可能在想着這個對方這個人。but anyhow， 我覺得你看啊，整套戲裡面，古江也好，地母都好，還是我們在今年裡面所看到的任何玄學的東西，大家呢只是當做一個娛樂去看，然後不要太迷信，因為世界上是無奇不有，只有我們想不到的，是沒有不存在的東西。我覺得在做人裡面呢，最重要就是好好的去把你的心態養好，相信自己，就如我們上一期所講的，好好把自己的self confidence， 你的 self empowerment 自己拉上來，定下來，一切都好談。OK。最起碼你內心堅定，然後你是一個能量場高的人，他們要下你法也不是那麼容易，可能要用很重的法你才會產生效果。所以其實那種你會看到很容易被人家下，可能他找的師傅只是再普通不過的一個普通師傅，他下的最低了，你都會被上身影響，然後很誇張的反應，是因為這個人原本自己本身就有問題了。那因為我們這邊呢是還沒有看過地母的人，那如果我相信我們在上映了這個影片之後呢，已經很多人，大部分的人會去看這個地母嘛 ，OK？ 當你們看完這個地母過後呢，你們在這個影片下面呢留言，你覺得地母裡面的哪一些情節是吸引你的，然後或者是怎麼樣一個東西，然後如果有機會的話，回想到的話，我們看一下能不能聯繫到范冰冰來做你的 podcast。 哇 So anyhow， 感謝大家看我們今天的這個 podcast。那我很榮幸呢在這邊做了2集的這個主持人，你還要再上來嗎？看我們觀眾的回響，如果觀眾的回響是 OK 的話呢，我們就繼續的去錄製，或者是你們也可以私信給 Alicia， 你們想要聽怎麼樣的話題。你知道有時候我做 content creator 做這樣久了，已經是沒有 content 可以再不懂要講什麼了，不如我們把這個題目開放給大家，你們想聽任何的課題或者是話題性的話，你們可以隨時 PM Alicia， 或者是在YouTube 下面留言，那我們會挑選一些課題來跟大家做分享，只要是我們都有這樣的一個知識點的話，去做分享，我們就會做分享，不然的話我們看一下可以邀請哪一些法師啊、老師啊，或者是大師們啊，或者是名流人士啊，他們來這邊上節目做一些分享的。對，我覺得他是一個比較好的 host， 因為平常我給人投訴，我一直打岔別人講話，可能這次是我打岔你比較多了。So anyhow， 我們的時間也不能過多，那我們有機會的話再見。我是你們今天的主持人 Max， 他是我的嘉賓 Alicia， 歡迎大家收看 Alicia Healing Studio， 拜拜。Alicia 的線上視頻魔法課程招財財富顯化，原價$38，現僅$18，5個招財魔法，小白也能輕鬆學會。